加拿大最著名的一桩双尸命案，亿万富豪夫妇双双毙命于豪宅，死状诡异，案情复杂，情节恐怖离奇。看似善良慷慨的富豪一家，背地里却似乎是全员恶人。3500万的天价悬赏，至今都无人敢领。这个案子不仅是有史以来加拿大赏金榜第一，还创造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第一。第一次，警察和媒体因为信息公开而把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第一次，警察公开声称他们已经知道凶手很可能是谁，但是却无法将其捉拿归案。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来细讲这个加拿大第一奇案，也请同学们都来当一回福尔摩斯，猜猜看警方口中的那个凶手到底是谁。2017年12月15日，这天早上8点，一位女佣来到多伦多北约克 Old Colony Road 50号大宅，换上了工作服，准备进行例行打扫。用现在的话来说这个小区住的都是富了好几代的 Old Money， 尤其以犹太人后裔居多。当地警察呢，也对这些有钱有势的富豪们青眼有加，每天都会过来巡逻好几次，可谓是多伦多最安全的一个地方。于是当女佣这天发现房子的前门并没有上锁的时候，并没有太在意，因为根据她的经验房主老两口有时候也会在吃完早饭后出门散步，可能是走的时候忘了锁门。半个小时后呢，请来的园丁也来了。尽管这时候已经是冬天，并不需要打理花园，不过因为家里还有不少的绿植，因此也需要有人定期进行修剪。由于头一天晚上下了一场雪，工作认真的园丁先动手开始把门口停车道上的雪给铲掉。正当两个人屋里屋外忙活的时候第三拨人又出现了。这次呢，是一个房产经纪和他的2个客户。因为1个多月前呢，这栋大宅以690万加元的价格挂牌出售，这天刚好有买家约好了过来看房。经纪呢，便先带着客户到楼下进行参观。这栋豪宅不仅拥有设施齐备的健身房、桑拿房，还有一个全年恒温的游泳池，这也算是房子的一大卖点。结果刚走没2步，他一低头，看见从地下车库到健身房的门口丢了一双手套和一些乱七八糟的文件，这让他心中多少有点不快，心想这女佣到底是咋搞的，居然连这点小事都收拾不好。但是呢，他也没多想，自己弯腰就把这几样东西给捡了起来，随后就带人进入了室内游泳池的区域。结果刚一打开灯，他就看见隔着泳池的另一头岸边并排坐着2个人，看身形穿着应该就是豪宅的主人夫妇。一开始呢，房产经纪还以为他俩是锻炼完了，正在进行某种瑜伽拉伸，纠结是否要过去打个招呼。但是越看越觉得这2个人低着头一动不动，坐姿非常怪异，隐隐透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恐怖感。于是他让客户站在原地不动，自己呢壮着胆子上前查看。结果吓得他差点没一头栽进水里。只见房主夫妇2人全身僵硬，脸色铁青，早已没有了呼吸。他们脖子上都套着一根一样的皮带，一头呢被系在了游泳池的扶梯上，利用牵引的力量让尸体保持着这么一个坐姿。吓到腿软的女经纪赶紧拉着2个客户跑到了楼上，语无伦次地对女佣说：“楼下有死人，你家俩主人都死了，你不知道吗？”作为在场的唯一男性园丁也下去看了一眼，同样是吓得魂飞魄散，赶紧摸出手机报警。警察很快赶到现场，确认了死者是房主75岁的 Barry Sherman 和70岁的 Honey Sherman 夫妇。根据脖子上的勒痕和面部呈现出的黑紫色，初步判断是死于窒息，而检验了尸斑的分布和身体僵硬程度后，法医认为他俩死了已经至少30个小时以上，而且泳池旁边呢就是案发的第一地点。而夫妇2人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13号的晚上，凶手很可能是利用了14号女佣和园丁都休息的这个时间差，从容不迫地布置好了整个凶案现场。这个双尸命案一出立刻轰动了整个多伦多，主要是因为呢2个死者实在是来头太大。男主人 Barry Sherman 是一间叫 Apple Text 制药公司总裁，规模全加拿大最大，放在全球也排名第7，估值超过了70亿美元，垄断了整个加拿大的副制药行业，可以说是药神本神。而他的老婆 Honey 呢，则是多伦多社交名媛了，慈善界大姐大，不管是儿童医院捐款，还是加拿大总理的筹款晚宴，都得看他的眼色办事儿。
这对夫妇之所以能够做到政商两界通吃，除了手里的超能力之外也少不了他们背后犹太商会几十年如一日的鼎力相助。犹太人向来以有钱会挣钱以及遇事团结而著称。面对Sherman一家突如其来的噩耗，包括川普女婿在内的各大北美犹太家族纷纷出面哀悼，有些更是直接搭乘私家飞机赶往多伦多。而比这些富豪动作更快的是多伦多的媒体。在命案发生后的第2天，多伦多发行量最大的《星报》就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里面援引了一个警方匿名人士的话，说这是一起自杀加他杀案件。尽管里面没有具体表明到底是谁自杀谁是被杀，但是呢，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说的是富豪杀了老婆，随后在泳池边自尽。这篇报道引起了死者家里4个孩子的强烈不满，他们觉得父母结婚10几年，感情融洽，绝不可能伤害对方。警方做出这个结论非常草率而且不负责任。他们还请来了多伦多律师界的 No.1 Brian Greenspan， 严厉措辞发出了一封律师函，要多伦多警方做出解释并予以道歉。多说一句这个 Greenspan 律师咱们之前在华人富二代留学生杀死情敌的案子里也出现过。他的特点呢是收费贼贵，但是贵有贵的道理。律师大爷的强势介入让多伦多警方觉得委屈万分，这又不是我们官方通告里说的，你咬我做甚呢？于是他一边赶紧找到底是哪出了内鬼，一边先一步把多伦多星报以妨碍公务给告上了法庭。星报负责这个报道的呢是一个名叫 Kevin Donovan 的资深记者，他以新闻报道自由和公民拥有知情权据理力争。只是可能这个大叔做梦也没想到，这个诉讼仅仅只是他和多伦多警局一系列马拉松式的官司的开始。这个咱们稍后再说。不过多伦多警局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却并没有否认这个杀人在自杀的说法，因为他们认为现场并没有发现第3个人出现的痕迹，门锁也都完好，2位死者也看不出有很剧烈的挣扎，所以极有可能是老公把老婆骗到泳池旁边，趁她不备突然动手将其勒死，随后由于巨大的内疚和自责自尽而亡。这让富豪一家更加的愤怒于是呢，他们再次发动了超能力，在1天之内就组成了一支由私家侦探、退役警员以及法医见证专家组成的团队，在大律师 Greenspan 的带领下开展了自己的调查行动。在1周后，他们还主动联系了星报的那位记者大叔，对外公开了团队调查出来的种种疑点。比如他们发现在2位死者脖子的皮带下面还有一处非常细的勒痕，明显和皮带的宽度不符，所以真正的凶器很可能不是皮带，而是另外一根更细更有韧度的绳子。而且2个人的手腕处呢也都有同样的细绳捆绑后的痕迹，可是在现场却并没有发现有类似的绳子。最重要的一点，根据男死者的身高和体重以及脖子上皮带的长度来进行推算，他那样一个坐姿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自个儿给勒死的。如果说是自杀，难道说他先是在别处上吊，然后一个死人走过来坐下还摆了个 pose 吗？至于现场并没有留下痕迹这一点专家们表示是因为凶手很小心地擦掉了现场所有的指纹，门口的脚印和车胎印被那个勤快的园丁又给全部铲掉了。至于那双手套和一地的文件，也因为房产经纪的顺手收拾污染掉了所有凶手或者死者可能留下的信息。不过他们在楼上的洗手间的地上找到了女主人 Honey 的手机，屏幕已经被摔碎，似乎她在慌乱中想要报警求助，但是被凶手强行打断。这也和警方说的被老公骗到楼下杀死不符。这一通针对多伦多警局的打脸输出，最终让他们也不得不改口，定性这是一起双重谋杀案。而这个时候距离富豪夫妇的遇害已经过去了1个多月。在这期间呢，犹太社区为富豪夫妇举行了上千人参加的大型葬礼，其中加拿大总理、安省省长以及多伦多市长都受邀出席，规格堪比国葬。死者的大儿子则代表家人发表讲话，回忆起慈母严父的点点滴滴，以及他们为了普通大众的健康及慈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情到深处，他数度哽咽，而台下的观众又是感动又是惋惜2人的骤然离去，更是无法理解什么样的人才会对这样的2位好人痛下杀手呢？可是
他们真的就如同儿子口中所说的伉俪情深，德才兼备，是一对不折不扣的完人吗？在多伦多警方宣布这是一起谋杀案，并且公开向社会各界征集线索的时候，有一个人却是一点也不避嫌的跳了出来。他公开的表示了对死者夫妇的厌恶，说他俩呀唯利是图，忘恩负义，死有余辜，这么死啊都便宜他们，应该把他们头拧下来当球踢。这个人是谁呢？他呀名叫 Carrie Winter， 是药神的嫡系表弟，而在他口中呢，药神是自带诅咒光环，凡是跟他亲近的人都会不得善终。而他俩之间的恩怨情仇啊，还要从药神如何发家说起。时间追溯到上个世纪的50年代，当时呢 Barry 的父亲经营着多伦多的一间拉链制造厂，可是在生意正做得红红火火的时候，突发心脏病离世，留下了还不到10岁的 Barry 和他的母亲相依为命。弱肉强食的商战显然没有放过这对孤儿寡母，他们手里的公司股份呢，很快就被同行竞争者蚕食殆尽。最后啊，母亲不得不带着孩子回到娘家，求助于当时已经是一间制药厂老板的哥哥。尽管是寄人篱下，但是舅舅却对侄儿视入己出，不仅是支付了他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还把他带入到了制药这一行，让他小小年纪就进入了公司的实验室进行学习。而 Barry 呢，也的确是天资过人，不到16岁就以整个安省统考第1的成绩进入了多伦多大学学习工程学。而他的这个考试第1啊，并不只是总分第1，而是所有科目的单科都是第1，这是学霸属性直接点满了。上了大学以后呢，他依然每个假期都在舅舅的公司里工作，成了不可多得的左膀右臂。不过那时候啊 Barry 还没有什么伤人的野心，只想安心的当一个学者。于是啊，他在大学毕业以后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读天体物理博士。可是悲剧却在这个时候降临到了舅舅一家人身上。1965年，舅妈患血癌离世，仅仅隔了17天，深爱他的舅舅因为过于悲痛死于心脏骤停。两人离世的时候都只有40出头，留下了4个年幼的孩子，其中就包括了那个后来跟 Barry 反目成仇的表弟 Carrie。 舅舅在自己的遗嘱中将注入了一生心血的制药厂和4个孩子都托孤给了侄儿 Barry， 要他看在自己多年养育的份上守住这份家业，以后孩子们大了再交棒给他们。由于当时 Barry 才只有23岁，所以4个孩子呢很快被外公外婆接到了意大利居住，而这一走就是20多年，直到90年代初才重返加拿大。而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呀，父亲当年留给 Barry 的那个制药公司早就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间叫做 Apotex 的大药厂，是个垄断了全加拿大复制药市场的巨无霸。而当年腼腆害羞的表哥 Barry 也早已成了当代药神。药神对此的解释啊，他们父亲的那间公司早在1972年的时候就因为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而被一间魁北克药厂收购了。现在的这个 Apotex 是几年后药神自己创业开的，不管是产品种类还是市场投放，都跟之前那公司没有半点瓜葛。不过呢，药神还是表现出了对过世舅舅的感恩之情，对4个表弟表妹进行了经济上的回报。在之后近10年时间里，不管是他们要买房还是开公司创业，药神都慷慨解囊，前前后后给出了800多万加元，从未要求偿还。一开始呢 Carrie 还对药神表哥的慷慨感激不尽，可是后来啊，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当初如果不是我爹好意收留，你们母子可能早就冻饿街头了。现在你身家几十亿，难道想用区区几百万就把我们打发了吗？尤其啊，他后来还从外婆那儿翻出了当年父亲的遗嘱原件，上面清楚地写明了，4个孩子一旦长大到21岁，每人都可以分得公司5%的股份，这4个人加起来就是1/5啊。而 Apotex 的1/5会是多少钱呢？10亿美元。一算到这儿 Carrie 立马就拿着遗嘱找到了表哥要求分钱，但是药神当然是不认的。我都说了，你爹那公司早就亏没了，现在这个公司是我自己开的，钱我自己赚，这事儿难道还能讲个以旧换新？门儿都没有嘛！可是表弟啊却不依不饶，一纸诉状就把药神告到了法庭。官司一打就打了整整10年，最后一直告到了安省最高法院，才终于以表弟的败诉而告终。法官的判决书上说啊，表弟的分家10亿的请求呢是 wishful thinking and beyond fanciful，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你想得美！结果不仅是没给他分1分钱，还要求他们兄妹几个偿还药神之前资助他们的800万加元以及30万元的诉讼费。这个结果呀，让表弟彻底跟药神一家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以至于他在听说了药神夫妻被害以后，兴奋的手舞足蹈，差点没当场来一句：“今天是个好日子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表弟 Carrie 杀害了药神一家呢？多伦多警方在针对他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调查之后，最终将他排除在了嫌疑人之外。除了因为他在案发当晚正在进行戒酒戒毒治疗，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之外也是因为他在那场官司后负债累累，根本无法请杀手代劳。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智商和情商都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个严密的双尸谋杀案。如果说咬人的狗不叫，那么这个表弟属于看着汪汪狂吠，其实战斗力还不如一条吉娃娃。药神这辈子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是他想都没法想象的。在命案发生后警方在药神的办公室里发现了整整1层，从地板一直摞到天花板的文件夹，里面呢全部是过去几十年来他打官司留下的文件，有他告别人，也有别人告他，直到他死的时候都还有100多个官司没打完呢。All over the office, there are stacks of documents related to litigation, filing cabinets full of them all over the floor as well.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药厂的老板咋能惹上这么多诉讼呢？这就要多说几句他的这个复制药生意了。众所周知药品开发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在投入市场以后呢，通常都会有10年或者几十年的专利保护期。只有原版的药厂能够进行生产和销售，等这个保护期过了以后，才可以有别的药厂生产成分、配方、疗效都一样，但是名称不同的复制药。这类药品通常会比原版便宜个20%，甚至1半以上。这就相当于让原版厂商先赚钱回本，然后呢才能大家有福同享嘛。不过事实上，每种药里面到底是什么个有效成分，搞制药的人其实心知肚明，根本不用原厂公开配方，分分钟就能做出大差不差的高仿品来，只是介于产权那把大刀悬着，是有贼心而没贼胆。但是药神呢，却在这里面钻了个空子，那就是他会通过研发团队在自己生产的药里再加上另外一种或者几种别的成分，顿时成为一个新配方来规避产权的保护。这就好比呢，往半杯可口可乐里面兑上了半杯雪碧，你还能说它是可口可乐吗？可是这样明目张胆的动其他公司的奶酪自然是少不了会吃上官司，而且还有别的比药神更小的药厂呢，也想从中分得一杯羹，于是有样学样，生产出仿制药的仿制药。于是药神还得分出时间和精力来跟这些人又打一轮官司。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这些竞争对手想要把他一劳永逸的给做掉呢？警方的犯罪心理专家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如果只是因为利益而雇凶杀人，那么他们通常会干净利落的一枪毙命，而不是像这起命案一样停留在现场几个小时，精心的把现场布置的颇有一种诡异的仪式感。这表明凶手和药神夫妇的矛盾不仅仅是金钱纠纷，还有更深层次也更个人的恩怨，以至于不仅要让2人看着对方痛苦的死去，还要对他们的尸体进行羞辱。由于药神的财力和势力，让警方所有的调查重点从一开始都针对他而来，觉得会不会是有人想要谋财害命，而在这条路上慢慢的越走越窄以后终于他们把目光放到了药神的太太哈尼身上。有没有可能这个女人才是真正的目标而药神其实只是一个附送的选项呢？说起这个药神的太太哈尼她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后裔，不过出身却比药神苦很多。父母都是纳粹集中营里的幸存者，战后在奥地利的难民营里生下了这个女儿，本来呢叫做 Anne， 后来一家3口辗转来到了加拿大，觉得是苦尽甘来的女儿中学的时候就自作主张的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 Honey， 意思是从今以后一定要把日子过得如同蜜糖一般的甜。不过她可不是一个单纯的傻白甜，由于父母都经历了9死1生的集中营，于是从小就对女儿的教育上要坚韧要勇敢，还有呢轻易不要相信别人。而最后这一条几乎贯穿了她的一生，不管是老公还是自己4个亲生孩子，她都无法做到100%的信任，而最能给予她安全感的就是钱。她不仅喜欢存钱，更喜欢省钱，
而且连小钱也不放过。到什么地步呢？比如说啊，她家浴室里的所有洗漱产品都是她跟老公出去旅游的时候从酒店里头拿回来的免费赠品，而且每次都还要兑水使用。老公和自己的衣物是超市的清仓打折货，买的越便宜就越自豪。就连二人最后死的时候脖子上系的皮带，也是 Honey 1年前从旧货市场上淘来的，10块钱2根。家里的女佣也回忆说 ，Honey 会在厕所的卫生纸上做记号，确保每次都定量使用。夫妇二人啊，开的也是有20多年车龄的破旧的老福特，最后被车行警告说，如果你再不换车的话，可能会造成里面的人一氧化碳中毒哦。于是 Honey 这才订了一辆全新的跑车，作为老公50岁的生日礼物。在当着所有的亲朋好友的面啊，两人跳上车兜了一圈以后，等宾客散去， Honey 就把车开回车行给退了，重新给老公买了一辆便宜的2手车来开。那这样的生活方式啊，怎么看都不像是身价几十亿的大富豪啊，而是现代版葛朗台啊。他那些热衷公益、乐善好施的慈善项目也被媒体曝光，其实是为了避税而成立的，看着捐得多，实际上省得更多。对自己和老公都是如此，那么他花钱请来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待遇呢？就可想而知了。不管是佣人还是健身教练，都是要花1分钱看到1块钱的效果。于是啊，他也得了个1分钱名媛的绰号。不过这些人也说了， Honey 尽管爱财如命，吝啬小气，但是其实人本质并不坏。他的省钱呢，更像是一种癖好，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的一种方式。如果身边的人真的需要钱救急救命，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出手相助，可谓是富婆爱钱，取之有道。因此啊，尽管 Honey 的口碑不算非常好，但是也并没有因此结仇结怨，更别说会因此而杀人了。那么问题也来了，他辛辛苦苦省下这些钱到底干什么了呢？作为一个贤内助的 Honey 啊，其实是把家里所有的经济大权都交给了丈夫，不仅是对药厂的生意完全不插手，而且对丈夫这么多年下来其他各种各样的投资项目也不予过问，是个彻头彻尾的甩手掌柜。所以说凶手为了钱而杀他的可能性是低之又低。在推理界有句话呀，谋杀通常有着3大动机：钱、性还有复仇。那么在这个富豪夫妇被害案中，如果不是钱，有没有可能是为了性呢？会不会是药神在外面有了婚外情，对方因爱生恨，最后对他们下了杀手呢？不管是他们的儿女还是了解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异口同声地说，药神几十年来对老婆是非常专一，而且呢还是个工作狂，根本没有心情和精力去外面找小三小四。但是这些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没有婚外情不代表2个人没有第三者，只是这个第三者啊，不管是身份上还是性别上都有点特殊，一直都是这个家族里讳莫如深的一个存在。话说药神夫妇的葬礼上啊，当时前来吊唁的包括政商2界名流以及整个犹太社区能数得上号的人物，规模超过1000人，可谓是盛况空前。但是唯有1人却是被死者的儿女们明确地列上了黑名单，不仅没有发邀请函，更是把他的照片发给了请来的几10名保安，要求他们一看到这个人立马给插出去，赶得越远越好。这个被坚决不允许见药神最后一面的人名叫 Frank D'Angelo， 在多伦多呢，大小也算个名人，不仅有一间规模不小的私酿定制啤酒公司，还是一档夜间脱口秀的主持人，并且主演了几部黑帮题材的电影，也算是在各个圈子里都混了个脸熟。他在今年呢，还高调的参与竞选过多伦多的市长，不过最后只得到了340多张选票。这里面是不是有药神儿女从中作梗，咱不得而知啊。不过这也已经是后话了。他尽管比药神年轻了近20岁，却是多年的好友至交。药神的几个孩子在小时候都亲切地叫他 Frank 叔叔。那他们是如何从亲如一家到反目成仇的呢？这还要从2000年左右他和药神的第一次相识说起。相比药神的学霸属性啊，这个 Frank 从小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渣。他高中毕业以后就没有再念书，而是进入了父母开的果汁厂，当了一个送货工人。凭着一副意大利人的好体格和热情的性格，他很快的就从送货变成了销售，把自家产的苹果汁一路送到了药神的办公桌上。这2个背景和性格都截然不同的人，却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才刚见面没聊多久啊，药神就拍着他的肩膀说：“小老弟，以后啊你有困难就来找我，老哥别的没有，就只剩钱了。”都说犹太人是一诺千金，在2年后啊 ，Frank 父母的果汁厂因为亏损而破产，自己也面临失业窘境的时候，他又找到了药神，不过呢，却拒绝了他给自己安排工作，而是掏出了一份写得歪歪扭扭的策划书，提出要以他的名字开一间啤酒酿造厂。药神哭笑不得地看完了那张纸啊，发现 Frank 不仅没有任何的酿酒技术，也没有做市场调研，这个创业想法仅仅是因为他自己喜欢喝啤酒而已。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药神平时只喝葡萄酒，但是他却毫不犹豫地给 Frank 这个项目投了500万加元，后续还翻了3倍，一口气增加到了1500万，还掏钱让他去德国和比利时买设备学技术。前面也说了，作为一个精明的商人，药神在投资上一直是谨小慎微，哪怕是面对自家人都秉承着不见兔子不撒鹰，没有利润不掏钱的原则。可是偏偏在这个 Frank 身上，这就跟被下了降头一般，一掷千金，而且完全不求回报。他那个啤酒厂啊，在2002年成立之后呢，每年在广告上的支出都高达1000万。原因是 Frank 特别喜欢看冰球，所以呢，不管是赛事解说还是场边广告，都必须要登 C 位。可是这样的投入得到的收益却明显不成正比。客户反馈说，他家的啤酒打着精酿、私人定制等等各种噱头，实际上味道还不如超市里几块钱一支的平价版。可是 Frank 却不把这个当成个事儿，反正亏的也是药神的钱。不仅如此呢，他还在2007年的时候进军影视圈，不仅开了一档名为《成为 Frank》的夜间脱口秀，还自己编剧、导演、主演了好几部街头帮派电影。这背后的金主嘛，当然只能是药神了。而至于反响嘛，只能说这钱丢进水里还能听个响，丢 Frank 这儿就只能欣赏他那张大脸和尴尬到脚趾抠地的演技了。粗略估计啊，在10几年中，药神在 Frank 身上花了超过1个亿，这个数字估计让好莱坞那些力捧女明星的大佬们都自愧不如啊。于是早就有传言说，这俩人的关系可不一般。虽说表面上是蓝颜知己，但是私下里就是一段不能见光的断背情。不过也有熟悉两人的人透露，药神对 Frank 的感情其实超越了肉欲，甚至是超越了爱情的。Frank 是他这辈子最想成为的那种人，肆意妄为，活得轰轰烈烈，潇潇洒洒。药神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去支持 Frank， 其实也是在圆自己的一个梦，自己那个从小就被循规蹈矩所扼杀了的 Cool Kid 的梦。说白了就是缺什么想要什么。药神这辈子缺的就是放纵不羁爱自由，但有的是钱啊。但 Frank 呢刚好反了过来，于是这俩人就这么形成了一个奇妙的互补。不过他俩的关系明显是受到了药神一家的反对，尤其是他的子女们，而这里面呢又以药神大儿子 Jonathan 反应最为激烈。其实这个儿子也算是家里的一头叛逆的黑羊，不仅从小对制药行业不感兴趣，还在几年前勇敢出柜，跟男友同性结婚。可能也是因为自己的性取向吧，让他很早就对父亲和 Frank 之间的关系敏锐地亮起了红灯。倒不是他反对父亲喜欢男人，而是他觉得按照他们2人这个走向啊，搞不好父亲会脑子一热，抛妻弃子，把所有的身家都留给 Frank 这个外人。于是啊，他在父母活着的时候就千方百计地阻挠 Frank 跟父亲有接触，而父母一死，他就更是撕破了脸，直接在葬礼上对 Frank 下达了驱逐令，要他这辈子都不许在他面前出现。现在问题来了，有没有可能是 Frank 和药神在遭遇了儿女们的棒打鸳鸯之后，药神在家庭和男友之间选择了前者，导致 Frank 因爱生恨，最后一怒之下报复杀人呢？在经过调查之后啊，警方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不仅 Frank 没有任何作案的时间，也因为药神的死对 Frank 来说相当于是杀死了下金蛋的鹅，有百害而无一利。最重要的呢，不管药神对 Frank 的感情多么复杂，但是 Frank 对药神却是一颗真心。凶案发生5年后， Frank 终于打破了沉默，对多伦多星报的记者描述了和药神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在他遇害的3天前，两人因为大儿子的强烈反对啊，已经好几个月没见面了。结果这天，药神突然一大早的跑过来找他，看起来是想极力的找一个过来见他的理由，但是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俩人就这么相顾无言的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直到 Frank 突然说：“
你是不是饿了？药神这才略有尴尬，却也难掩开心地说：对啊，我就是想你做饭的手艺了，过来蹭一顿。于是Frank 赶紧把他请进屋，用最好的咖啡招待他。两人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最后药神离开的时候，他突然有些伤感地说：有 Frank 这个朋友，他此生足矣，死而无憾。结果却不想一语成谶。哪怕这许多年过去， Frank 回忆起那一幕，依然是忍不住红了眼眶。他不仅不会杀药神，甚至可以为他去死。说到这儿Frank 这条蓝颜知己的线索看上去好似断了，不过呢，却也引出了本案的另一个问题：如果他并不是药神之死的受益人，那么谁才是呢？英文中有句谚语是当你找不出任何头绪的时候，那么跟着钱走就对了。药神夫妇被害之后，钱去哪儿了呢？作为一个年过70的老人药神其实是早早地留下了遗嘱。而根据加拿大的法律，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遗嘱都是可以公开在网上查询到的。但是当新报的记者大叔把药神的名字输入数据库之后，发现这份遗嘱却是一个隐藏不公开的状态。药神一家的律师对此的解释是，因为这笔遗产数目过大，再加上凶手在逃，一旦公开，很可能对遗产的继承人造成人身威胁，所以在他们的要求下，选择不对外公开遗嘱的内容。不过记者大叔却并不买账，以公民享有知情权为理由，将此事告上了法庭。结果这场官司一审记者败诉，他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又败了。他就这么屡战屡败的一口气把这个案子打到了加拿大最高法院，前后耗时整整4年。结果就当他觉得这回肯定还是败诉，这份遗嘱呢永远都不会得到公开的时候，奇迹发生了。最高院这次判决记者胜诉，强制要求公开药神的遗嘱。法官对此给出的理由是，公开这份文件不会对相关人士的安全和隐私造成严重后果。那这句话细品下来呢，颇有深意，而且可以有2种解读。你看，一，凶手并不是冲着药神的钱而来的，所以呢，公开了他的钱去了哪儿，并不会构成威胁。那么二药神的钱已经去到了凶手那儿，所以公不公开更无所谓了。前者会让嫌疑人有着无数种可能性，但是后者却让人细思极恐。那么药神的遗嘱上到底讲了什么呢？记者大叔是第一时间看到这份文件的人，他原本以为会是厚厚的一大叠，里面不仅有药神事无巨细的交代，还有无数律师和公证人的签名备注。结果谁知道信封里就是轻飘飘一张纸，上面只有一句话：我所有的一切都留给妻子 Honey。 看到打了5年的官司，最后却只有一句话，记者大叔不由感觉五味杂陈，但是又觉得更加疑惑。那药神老婆也跟着他一块儿死了，那么这几十亿的财产究竟会留给谁呢？顺着这条藤一路调查下去他发现由于药神老婆并没有立下遗嘱，这样一来，在家族基金会以及大律师 Greenspan 的操作下，最后他的财产被均分成4份，给到了4个子女，每人得到了大约32亿的巨额财富。而他们之后还把父亲的药厂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这笔交易做得相当划算，直接让他们4个人都登上了加拿大最富前20的榜单。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警方的说法，药神老婆在死前6个月其实是起草了一份自己的遗嘱的。结果在约好的公证师进行签字的前一晚，他突然反悔不签了，第2天还直接开车去把那份遗嘱给取了回来。那么这份并没有生效的遗嘱里，是否会暗藏着某些跟凶手或者动机相关的线索呢？可惜的是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一个答案了，因为包括这份文件在内和很多凶案相关的物品都被销毁掉了，而且还是以一个现场直播的方式，在全加拿大人的注视下公开被销毁掉的。2019年5月，也就是凶案发生后的1年半，药神的儿女们接连做了2件大事。一呢是他们公开悬赏1000万元征求父母被害案的线索，二是他们通过律师对外发布了一个公告，说经过了多伦多市政府的允许，那栋发生了双尸命案的大宅将在1周后被彻底推倒。听到这个消息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惋惜，毕竟这也是一栋价值600多万的超级豪宅，又是在多伦多的黄金地段，就算成为了凶宅，便宜点总会有人买的。可是转念一想
人家一家子亿万富豪也不缺这点卖房子的钱，搞不好呢是想推倒重建，或者干脆修一个父母的纪念馆。结果大家呀还是想多了，他们所说的推倒房子，不仅仅是房子本身，还包括里面所有的家具、电器、衣物、细软，甚至是墙上挂的照片、书架上摆放的书籍和装饰，一并通通用推土机给夷为平地。那这个举动就非常令人奇怪了。因为如果说房子本身是因为凶案现场会给儿女们留下心理阴影，不愿意留下，这也算是勉强讲得通。但里面的父母遗物难道不应该收拾收拾留作纪念吗？这一股脑全给推平了算啥事儿啊？而且退一万步说啊，万一这些东西里头还有跟案情相关的东西，或者某个隐藏的线索呢？现在全部毁掉，不就是给寻找真凶增加了不少的难度吗？可是药神的儿女啊，就如同王八吃秤砣一般，不顾劝阻，坚决要把这个房子连同里面的东西一起都送去给父母陪葬。而且在房子被彻底摧毁2天后啊，这块地皮也被他们以425万的价格卖掉了，看来是铁了心不留一针一线。而对于那个星报的记者大叔来说，他关心的是，除了房子里被毁掉的什么，他更好奇有什么逃过了推土机的铲头。说到这儿啊，就先让我们来插播一个有关这个凶宅的一个灵异事件。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房子被夷为平地的2天前，有一个名为 Urban Explorer 的网友曾经偷偷的进入了房子内部。他是从报纸上看到了新闻，于是想要在豪宅被毁之前来一次特别的凶宅探险。他用手机拍摄了大约20多分钟的视频，并将里面的一些片段上传到了著名的 Reddit 网站上。结果几分钟之后，他就收到了 Greenspan 大律师发来的律师函，勒令他马上删除所有的信息，否则将会按照擅闯私宅对他提出起诉。这个网友啊，当时就怂了，立刻删帖道歉。不过呢，他还是保留了原视频，并且后来送到了新报记者大叔的手里。他的要求是，记者只能观看并且以文字描述里面的内容，不能公开任何的影像，也不能透露拍摄者的身份信息。视频的开始呢还比较正常，网友跨过了警察在门口拉起的黄色封条，从没有上锁的侧门进入了房子。里面的东西除了积攒了一层薄灰，都还保留着之前药神夫妇生活过的痕迹，甚至连厨房里开了封吃了一半的薯片袋子都没有被收走。2楼卧室里呢也是如此，床头柜上摆放着药瓶和水杯，就像是有人会随时回来一样。衣柜里整整齐齐地挂满了衣服，不过就跟传闻中一样，这些衣物大多来自沃尔玛一类的大卖场，并没有看到什么名牌。衣橱中装首饰的抽屉也空空如也，旁边的一个保险柜大门打开，里面也什么都没有。看来这2处是唯一被儿女带走了东西的地方。在拍摄完了这些以后呢，他一度走到了凶案发生的楼下游泳池，因为长期无人打理，远远的就能闻到池水发出的阵阵异味，加上房子本身已经断电，所以整个游泳区域都是黑乎乎的一片，只有手机发出的光反射在水上，发出一种非常诡异的幽幽绿光。正当他想要走近发现尸体的地点时，突然感觉到一阵风吹过，背后的那扇门砰的一声重重的关上，似乎是有一个愤怒的鬼魂正在指责有人侵犯了他们的地盘。网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差点尿了裤子，赶紧连滚带爬的跑出了屋子。记者大叔呢，从房产经纪的网站上找到了之前这栋房子出售时候拍下的内部照片，在通过仔细的比对之后，他确认了这个网友的视频的确就是在凶宅内拍摄的。不过有一点网友说的不算准确，那就是除了保险柜和首饰盒里的值钱东西，这个房子里其实还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起居室里面放着的一对真人大小的雕像。据说熟悉药神一家的人说这对雕像是哈尼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在一家艺术品拍卖会上无意中看到，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向节俭的他就像突然着了魔一般，执意要花几十万拍下，并且还花重金空运回加拿大，放在家中起居室的柜子上。不过药神家的几个孩子却完全理解不了母亲这个艺术品味，他们一致认为这个雕像不管是颜色还是形态上都充满了诡异，满满的恐怖谷效应，怎么看都很膈应。于是自打被搬回家以后就反复的劝说母亲把这俩晦气玩意儿给扔了。不过哈尼呢却坚决不同意，
把这对雕像视如珍宝，甚至在经纪人过来拍摄卖房照片的时候都不愿意拿下来。可是在那位网友拍摄的凶宅探险视频中，这对雕像却不见了。一开始呢，记者大叔觉得可能是药神家的孩子们觉得这好歹是个艺术品，多少值点钱，于是提前给搬走了。但是越看他越觉得这俩雕像看着眼熟，他赶紧翻出了警方公开的尸检报告，看下来却觉得寒毛直竖。药神夫妇的死状简直就和这对雕像是一模一样，甚至凶手还刻意的让哈尼的尸体如同雕像中的女子一般，保持着一腿弯曲、一腿伸直的坐姿。这一发现除了让本案平添了几分诡异恐怖之外，也让人不得不怀疑，凶手在之前肯定是见过这对雕像，并且从中得到了灵感。而且呢，进入药神大宅起居室的肯定跟他们关系不一般啊，不是挚友就是亲人。至于为什么要把尸体摆放成雕像的样子，有犯罪心理专家分析说有可能凶手非常讨厌这对雕像，但是更讨厌药神夫妇，所以要用这种方式对他们的尸体进行羞辱。如果这个分析成立的话，那么似乎嫌疑人的范围小了不少。2021年7月，在经历了漫长的疫情停摆之后，安省法院根据信息公开的条例放出了一批有关药神夫妇命案的相关文件，其中呢包括了警方在凶案发生后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文件、相关人员的证词以及几段监控录像。不过出于隐私考虑里面涉及到人名的地方都进行了涂黑处理。结果人们发现，药神4位子女的口供里面几乎遍布黑条条。换句话来说呢，就是他们似乎都知道父母是谁杀的，在警察面前争先恐后的进行了举报。这个黑条下面藏着的人名究竟是谁呢？于是好奇的网上福尔摩斯们拿起了放大镜，反复的阅读那几百页的公开文件，结果还真的从字里行间看出了点端倪。首先哪怕是有钱如药神，也在案发前的几个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公司亏损，外加好几个官司败诉需要赔钱，让他不得不想到要卖掉房子变现。为了更快的度过这个难关呢，他还想尽了办法想要收回之前借出去的钱，其中就包括了大儿子手中的6000万。对了，你没看错，药神不仅是父亲，而且还是儿子的债主。早年间，儿子为了公司跟父亲借过好几次钱，每次都有借条。如今呢，父亲手头紧，自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儿子。于是他在写给儿子的一封邮件里表示，利息什么的就算了，你把6000万本金还回来就行。可是儿子呢，却对此非常不满。咋的？真要来个亲父子明算账那你给那个蓝颜知己 Frank 的上亿钱款咋不收回来呢？父子二人在邮件里就谈得剑拔弩张，根本没有半点葬礼上儿子口中所说的父慈子孝。不过面对这个问题大儿子表现的倒是非常坦荡，他甚至还约记者大叔在自家的农舍里进行了一次专访。他先是承认了那些文件里被刻意涂黑的名字其实就是自己，因为3个妹妹都对警察说是哥哥为了遗产而杀害父母。不过他觉得这是妹妹们对他多年积累的嫉妒，因为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从小就受到了父母更多的关注，也因此遭到了妹妹的不满。一家人就像是美剧《继承之战》里那样，表面看着一团和气，其实私下里早就是暗潮汹涌，没有半点手足之情，眼里心里满满的算计。而父亲呢，也把用管理公司员工的那一套放在了儿女的身上，一方面希望孩子们能够磨练成长，一方面又害怕他们会联合起来逼宫，于是对他们之间的争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用金钱来进行变相的鼓励，颇有点坐看九子夺嫡的感觉在。大儿子表示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得到了财富必然会失去亲情，这一点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清楚。不过哪怕他对父母的感情并不深厚，他也不可能做出弑父杀母的事情。他还指出在凶案发生后，是他做主花钱请来了大律师 Greenspan， 最终将此事定性为了双重谋杀。那如果父母的被害跟他有关，他当初就应该放任警方以自杀加他杀而结案，根本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事儿了。而最重要的是呢，自己一直都是母亲最钟爱的孩子。如果按照父亲之前的遗嘱安排，母亲会得到所有的钱，那么母亲100年之后很可能也会把大头留给自己，而不是现在这4个子女平分的结果。所以一次性杀害父母双亲对他来说其实是亏大了。
最后他对记者说啊，如果是为了争夺遗产，那么妹妹们也同样有嫌疑啊。而且啊，他这个大哥如果被诬陷进去的话，他们平均每个人也能多10个亿的财富啊。在这么多钱面前，什么手足亲情都是不存在的。为了以证自己的清白呢，大儿子把凶案线索的悬赏金额提高到了3500万加元，并且强调说追加的那2500万全部出自自己的腰包。这也就是咱们开头说的那堪比中6合彩的奖金由来。2021年12月14日，距离凶案发生4周年纪念只差2天的时候，多伦多警方突然放出了一段监控录像，里面呢是一名穿着黑色冬装的男子大踏步地从铺着一层薄雪的路上走过。警方并没有公开这段视频拍摄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只是强调说这个人啊很大可能跟药神夫妇的被害案有关，希望能够从公众那儿得到更多的信息。不过因为这段视频拍摄的实在是太过模糊不清，所以尽管警方之后收到了不少的线索，却始终无法证明那个人的具体身份。这个被称作 Walking Man 的人就这么大踏步地消失在了雪地中，成为了这个案子中又一个未解之谜。不过有专门研究过仪态的人表示，从他走路的姿势和步伐来看，很有可能有过多年的军队训练。于是不少人猜测，觉得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特种兵或者是退役警察改行的职业杀手，受雇于人杀害了药神夫妇。甚至还有人认为啊，这个人是个巴勒斯坦的特工，为的就是报复药神多年来对以色列政府的资助。只能说啊，这起命案的动机在经历了为钱、为情、为报复这3大要素之后，终于还是牵扯进了政治和宗教，让整个事情更加的扑朔迷离。这个案子从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多的时间，尽管嫌疑人众多，但是却没有一个人因此而被捕。于是很多人都悲观地认为，除非有一天那个凶手能够主动投案承认一切，否则这个事情可能永远会成为加拿大犯罪史上最扑朔迷离的一起悬案。不过多伦多警方却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中都暗示说啊，他们其实早就知道凶手是谁了，只是因为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所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逍遥法外。那么在看完了我们这期上万字详尽的介绍后，观众朋友们，您认为凶手最可能是谁呢？欢迎大家留言讨论。感谢收看 M2档案，如果您觉得视频还不错，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支持一下。咱们下期再见。